如果现在一个35岁的人跟你说他要出国，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出国真的能解决他的现实困境吗？35岁才出国，会不会太晚了？如果我跟你说我就是那个35岁才第一次出国留学，3年后在加拿大拿到永居，现在在西班牙生活和工作的人，你是否会好奇当初我为什么会做那个决定？对于一般人来说，出国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先从工作上讲，我当时在一家全球 top 的管理咨询和 IT 服务公司工作了6年。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女 manager， 我看到她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感觉一眼能看到自己未来10年的样子。她们和老公各自出差，1个月也见不上几次面。在孩子高考和中考之前，会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做饭、陪读，感觉孩子的成绩就是他们一生的追求。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的同事、朋友、同学、同龄的人，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考虑买学区房，每周至少3节课外补习和艺术课。大人累，孩子也累，但是孩子一点也不快乐。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绝对不会让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再谈回单身这件事儿，中国的父母确实挺奇葩的。上大学之前不让你谈恋爱，但是你大学一毕业，巴不得你立马结婚。所以当时我大学毕业之后，就频繁地被家里安排各种相亲，从国企员工到部队干部、大学老师、眼科医生。后来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身边的朋友也看不下去了，也开始给我介绍搞房地产的、搞销售的、搞 IT 的，各种行业。我每次相亲都感觉像经历一次面试，都能从我的相亲对象身上学到很多那个行业的知识。但是他们普遍相亲结束之后给到的反馈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人。所以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他们想找的并不是一个人生伴侣，而是只是一个听话的能给他们生孩子的人。而恰好我又是一个不想把孩子生在那样环境下的人。在我出国前的送别会上，我的高中同学问我出国的原因，我说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他们当时还嘲笑我说，你先找个对象再说吧。其实也许这就是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很多人在婚姻这条路上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我看不清前面的路，我连迈出第一步都不会。真正让我迈出出国这一步的，其实是源于一次西藏之行和一次创业失败。在咨询公司工作的最后2年，我接到了一个全新的项目，公司里边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我完全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在硬撑着，特别的累。当时我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的9、10点，一边是客户给的巨大压力，另外一边我还要安抚团队成员的情绪，因为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不想他们每天感到被高压的工作填满，却感受不到任何成长。但我也看到所谓的前辈都是踩着团队成员的头往上爬的，我做不到。后来在一期圆桌派节目中，马未都说了一句，说善良的人都做不了管理。我突然就释怀了，原来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天生就不适合这种角色，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为难自己。于是我就提出了离职，但是我的老板不放我走，我说那就先把我之前加班的假先休了吧。于是我就开启了一段1个半月的中国西部之旅。我当时一个人背着包，从中国的最东端坐火车横跨整个中国到了敦煌，从敦煌开始一路南下，穿过祁连山、青海湖，到阿坝，遇到了一群大学生，后来跟他们同行一块去了九寨和黄龙，从成都走318进藏，到墨脱徒步穿过马黄区，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看星星，
最后我一个人从拉萨坐22个小时的大巴车到阿里，在冈仁波齐转山，在海拔5700米的垭口，因为高反还差点撂在那儿。那一次行程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的思路突然被打开了。如果我的人生目标不是赚大钱当大官，那么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份在别人看来所谓体面的工作而绑定自己的一生，而应该去多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我在阿坝遇见的那几个大学生听了我的经历，和我说感觉我和他们在上一个行程遇见的一个大哥特别像，所以他们就牵线让我们加了微信。1个半月的旅行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公司，因为不再负责之前的项目，所以整个人也变得轻松起来。后来那个大哥他来到我的城市请我吃饭，我们俩聊人生，聊个人经历。几个月后他跟我说他打算创业，问我要不要入伙。于是我就辞掉了我在咨询公司的工作，到北京开始了创业。但是几个月之后我们发现，因为我们当时的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创业，没有任何的经验，我们前期的规划其实很模糊，几个人的想法始终不能统一，所以几个月之后我就退出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当时还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那么我觉得排在第一的就是出国看看。其实这个想法冒出来并不突兀，在我的城市，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而我爸是在我小学3年级开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在小区里溜达的时候，看到一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正在做家教的广告，他就给我报了名。可能就是因为我比其他同学提前1个月学了点英语，所以从那儿开始，我之后的学生生涯一直都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毕业之后也一直在外企工作。所以我真的很想去到使用这个语言的国家去看一看，去生活一段时间。其实在我大4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学同学当时约我一块儿去澳洲，我们还一块儿考了雅思。但是后来因为他转去了新西兰，因为他有亲戚在那儿，而我爸又觉得新西兰没有澳洲好，他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出国，所以这个计划就搁浅了。直到10年后，我开始重拾了我当时的梦想。后来的申请过程其实还挺波折的，这个我可以放到之后单独聊。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35岁出国晚不晚？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不晚。因为如果不是有国内的那些经历，看到同龄人的挣扎，我不会真正有机会正视自己的渴望，去了解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而且出了国之后，我更加的意识到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所以也更坚定了我想要留在国外的想法。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我8年前做出国计划的时候就有问过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会时不时的关注我的动态，问我现在是不是出去的好时机。其实我能够理解的是，他们有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他们一直在权衡得失，所以永远做不出这个决定。而我当时就是很坚定，出国就是我当时唯一的目标。我觉得做出出国这个决定不在于你几岁，而在于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也许当你的愿望足够的纯粹，事情就会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发展吧。当然，我觉得最幸运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支持我梦想的爸爸。其实当我回忆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爸对我的支持不单是英语启蒙和支持我出国这2件事儿，他对我的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所以很值得单独为他开一期内容，
来聊一聊他是怎么把他的女儿培养得这么坚强，难以驾驭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